被别人的话冒犯了，你怎么办？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说话阴阳怪气，可能是拐弯抹角的嘲笑你，也可能是口无遮拦的贬低你，总之让人听了浑身不舒服。但是这些话往往还都是话里有话，表达的真正意思并不在字面上，就他们好像在恶心你，但你又证据不足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发火怼回去，多少有点有失体面，但忍气吞声选择沉默，好像又咽不下这口气。其实如果对方只是说话不过脑子，他们不会经常冒犯别人，而且在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时会主动圆回来，这种情况忍一忍倒也无所谓。怕的是一些人毫无边界感，强势刻薄，就是喜欢看别人出丑，这种情况你越是退让他越是过分。今天咱们就聊4种优雅回怼对方的说话公式，见招拆招，用回话的艺术让对方自取其辱，不敢再犯。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，不管是夸你还是损你，他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裁判，用自己的规则来判断。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反驳还是承认，其实都改变不了他的判断标准，特别是在一些两难的问题上，怎么做都不妥。这个时候你需要改变他的角色，把他从裁判变成你的队友，这样他在损你的时候也顺带损了自己。举个例子，有次颁奖典礼上，曾志伟这么评价黄渤，大致意思是，通过你我才知道我不适合在荧幕上唱歌，只能当个主持人，因为顶着一张丑脸唱歌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儿，是你给了我启发。这话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在调侃黄渤的长相。这个时候解释自己的长相改变不了判断标准。黄渤的回复堪称经典，我从来没奢望过进入演艺这一行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在台上领奖，我就对自己说，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，我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这句话成功把对方拉下水，言外之意就是咱俩半斤八两，我丑你还不如我呢。别看话比较长，逻辑很简单，大家应该都学过《夜莺识楚》这篇文章，晏子就屡次用这个方法回怼了楚国国君。说这一天，齐国派上大夫夜莺出使楚国，夜莺这个人相貌平平，身高也比较低，楚国就3番5次刁难他。走到楚国门口，他发现大门紧闭，而大门旁边却开了一个狗洞。晏子就说了，看来我今天到了狗国呀，所以才应该从狗门进。这样一说，楚国大门赶紧打开了，不然就自取其辱了。第1回合晏子完胜。进殿拜见楚王的时候，楚王说，齐国是没人了吗？怎么让你来？你看这楚王格局也太小了，总是拿人家身高相貌说事儿。不过晏子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不慌不忙。我们齐国派遣使臣都是对号入座，贤明使者去见贤明君主，无能的就去见无能的君主，我是最没用的那个，所以就来这儿了。这样一说，楚国又跟晏子捆绑在一起，损人先损己。第2回合晏子再胜。最后楚王找个人假扮是齐国的窃贼，晏子则说出了那句名言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业图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还是化敌为友，你损我就等于损自己。楚王气了个半死。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用在被别人问刁钻问题或者隐私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故意曲解对方的话的含义，比如偷换问题的概念，或者避重就轻，顾左右而言他。这个方法可以说非常照顾对方的面子了。如果对方穷追不舍，那这种人不是情商太低，就是故意找事儿。咱们再举个黄渤的例子，有一次被主持人问到2个女明星谁更漂亮的问题，选谁都不太合适，因为选了一个就得罪了另外一个，这个问题明显就是个坑。黄渤的回答是，我平时听他们2个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会头晕目眩，你一下说了2个，我都有点找不着北了。不从正面回答，你让我做选择题，我偏要做问答题，给足了面子又不留破绽。所以说成年人不做选择，要么都要，要么不选。我全都要。还有一些生活场景可以直接拿来套用，比如你的同事张三问你，你都加薪了，怎么还在路边吃东西啊？表面提问实则讽刺，他的重点是加薪，你就偏说吃东西。我不在路边吃，难道在路中间吃吗？比如你的领导办喜事儿，同事李四想知道你送了什么礼物，包了多少红包。这种事在职场上涉及到一些人情世故，谁多谁少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难免会有非议，所以不便透露。李四说，你送了什么大礼啊？你回他，领导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我送了一些祝福。李四不识趣，继续问，不发红包吗？你回他，不知道到时候我领导会不会发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再比如你回老家，总有一些大爷大妈特别关心你，在大城市一定挣不少吧？你可以回，还行吧，一看我都养发福了。这么大怎么还不结婚？你可以回，大妈你是在嫌我老吗？用装糊涂的方法曲解他们的话，好像回答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说，让他找不到破绽，悻悻而退。这一招需要你找到对方话里的逻辑。一些人在评论别人的时候，为了凸显观点的合理性，
会用一个论据来支撑自己的结论。这个时候你只要找到他用什么论据证明了什么论点，然后你顺着他的逻辑，用他的论点来反讽对方。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比较经典，一个记者采访一个骑共享单车的人，记者问：“你多大？”男子说：“40多岁。”记者说：“在广东这边，40多岁的人一般都开奔驰宝马了，你怎么还骑共享单车啊？不知道这种无脑人是怎么当上记者的？”男子话锋一转问记者：“那你多大了？”记者说：“我也40多岁。”男子说：“40多岁还有人死了呢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”把话说死，然后让对方无话可说。不过正常情况下，这么说对方可能会急眼，所以要适当控制一下结论的度。大家应该学过孔融的一个故事，说他10岁的一天去拜访一个叫李婴的人，李婴问他：“咱们认识吗？”孔融说：“我的祖先孔子与您的祖先老子有师生之谊，所以咱俩算是通家之好。”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个小孩不简单，有个人就非常不屑，说了句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意思是小时候聪明，长大了不定怎么样呢。结论是你长大没准泯然众人。孔融一听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按你的逻辑来，回了句：“想君小事，必当了了。”在场的人无不称奇，那个人也尴尬的无地自容。生活中也可以经常用到，只要对方是使用论据加论点的句式。你学习这么努力，成绩一定很好吧？回复：你成绩这个样子，一定是没努力过吧？反正你也不忙，帮我把 PPT 改了吧？回复：反正你有钱，帮我把房贷还了吧？女人反正都要嫁人，这么努力有啥用？回复：反正都要死，你还活着干嘛？ Nice。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些方法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才能掌握，最后这招万能公式可以说即学即用，而且应用范围非常广，不管别人是冷嘲热讽还是直接贬低，都可以直接套用。唯一的缺点是话说出来对方可能会生气，不过既然他都敢随意怼你，你也不用跟他客气，而且1-2次下来他又知道你是有底线的，不会惯着他的臭毛病，以后说话的时候就要掂量掂量了。别人在说你的时候，不要被他们影响情绪，也不要着急为自己辩解，而是直接把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，然后加上这4个字儿：果真如此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反客为主，占据了谈话的主导权，对方也会一脸懵。比如你和同事张三讨论问题，他明显不想听取你的意见，对你说了一大堆，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啥，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复：别人都说你理解能力差，沟通起来费劲，这么一看果真如此。你这么一回复，他就会纳闷，谁说的？我理解能力真的差吗？关注焦点就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了。再比如一些尖酸刻薄的人，总喜欢贬低别人找优越感。你穿了一件新衣服，他会说你的品味可真差；你拿本书看，他会说装什么文化人；你跑步减肥，他会说胖成这样再减也没用。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回复。一直听人说你嘴贱，说话不够大脑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果真如此。怎么样，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容易上手？而且你还可以调整修辞来控制评论的轻重程度。如果不想破坏关系，可以委婉一点。如果对方撕破脸皮，你也不用客气。这4种方法基本能把说话没边、口无遮拦的人怼得哑口无言，而且不失体面，外人看来会觉得你情商高，会说话，对方想生气发火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最重要的是，一次吃亏后他就觉得你不是好惹的，至少在嘴上功夫不如你，下次也就老实了。最后也建议大家3连加收藏，这样方便反复观看和练习。如果有没办法回怼的情况，也可以留言，我再想想办法。